坦白说，你觉得你现在的大脑性能发挥了几成？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强的学习能力，试图摆脱脑雾、分心和记忆力衰退的困扰。我们习惯于升级电脑、升级手机，却往往忽略了升级最重要的硬件——我们的大脑。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讨论过如何通过营养打好身体健康的地基，但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们不谈如何不生病，我们谈如何让大脑更强大。史丹佛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 Andrew Huberman 指出，食物不仅仅是热量，它其实是一种强大的认知技术。你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都在实时地影响着你神经元的连接方式，以及神经递质的释放水平。换句话说，你这顿饭吃什么，直接决定了你下1小时是专注高效，还是昏昏欲睡。今天，我们就深度解析 Huberman Lab 关于大脑性能的硬核知识，抛开那些模棱两可的建议，给你一套基于神经科学的大脑超频营养指南。想要优化性能，首先得了解硬件结构。这里有一个可能会让你惊讶的事实，你的大脑本质上就是一坨精密的肥肉。如果你把大脑里的水分榨干，剩下的固体物质中有超过60%都是脂肪。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脂肪呢？我们的大脑由负责发信号的神经元和负责后勤支持的神经胶质细胞组成。这些细胞的细胞膜以及包裹在神经纤维外面，起到绝缘和加速信号传递作用的髓鞘，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脂肪。所以，大脑性能的第一定律就是，硬件结构的完整性取决于你摄入的脂肪质量。如果你长期摄入劣质脂肪，你的神经信号传递就会漏电，反应自然就慢了。这里有2种关键的结构性脂肪你必须知道。第一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化学，叫磷脂酰丝氨酸 phosphatidylserine， 它对于维持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和功能至关重要。好消息是，如果你正常吃肉、吃鱼，通常不会缺。但对于素食者或者饮食极不均衡的人，这可能是个短板。第2种关键脂肪，大家可能听烂了，那就是 Omega-3 脂肪酸，但90%的人都吃错了。我们都知道它好，但对于大脑性能来说，我们不能只看一个笼统的 Omega-3， 我们需要精确区分其中的2种成分 EPA 和 DHA。Huberman 教授强调，虽然 DHA 对大脑结构很重要，但对于成年人来说， EPA也就是20碳五烯酸，才是提升情绪、对抗大脑炎症的关键主力。大脑炎症是导致脑雾、焦虑和认知下降的元凶之一。你可以把 EPA 想象成是大脑的灭火器。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关键在于摄入量。随便吃2粒鱼油可能根本没用。为了达到优化大脑的目的，你需要每天摄入总计1.5克到3克的 EPA。请注意，我说的不是鱼油的总重量，而是里面有效的 EPA 含量，所以一定要看成分表。最佳的食物来源是深海冷水鱼，比如鲑鱼、沙丁鱼。像是亚麻籽这类植物来源，它们的转化率非常低，很难满足大脑的高性能需求。所以，如果你做不到经常吃深海鱼，高质量的提纯鱼油补充剂几乎是必须的。硬件基础打好了，现在我们来聊聊如何让软件跑得更快。我们的大脑里有数千亿个神经元，有趣的是，它们之间几乎是不接触的。信息传递靠的是在一个微小的间隙里释放化学信号，这些信号就是我们常说的神经递质。想要专注，想要动力，想要好记性，你就必须确保体内有足够的原料来合成这些特定的神经递质。这里有3个最强大的大脑补给包。第一个补给包是关于专注力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想专注做件事，但脑子里的念头像野马一样乱跑？你缺的可能就是一种叫乙酰胆碱 acetylcholine 的神经递质。它就像大脑里的聚光灯操纵员，负责把你的注意力资源集中在特定的信息上，同时屏蔽干扰。而合成乙酰胆碱的最关键原料叫做胆碱 choline。胆碱的最佳来源没有之一，就是蛋黄。Huberman 建议，为了认知提升，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到1克的胆碱，这大约相当于你每天要吃3到5个鸡蛋。如果你担心胆固醇或者不爱吃鸡蛋，也可以选择 Alpha-GPC 这类胆碱补充剂，但食物永远是首选。第2个补给包是肌酸。很多人以为肌酸只是健身房里增肌用的，大错特错。大脑是身体的耗能大户，重量只占 2%， 却消耗了 20% 的能量。肌酸的作用是快速生成 ATP， 也就是身体的能量货币。
对于大脑来说，肌酸就是一个强大的备用电池组。当你进行高强度脑力工作，感觉大脑要断电时，肌酸能迅速补位。大量研究表明，补充肌酸能显著提升短时记忆和执行功能，尤其是对于不吃红肉的人群，效果非常好。建议每天摄入5克一水肌酸 （creatine monohydrate）。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强调一水？其实它就是最基础、最经典的肌酸形式。市面上有很多花里胡哨的新型肌酸，价格死贵，但 Huberman 强调，一水肌酸是被研究的最透彻、性价比最高也最稳定的形式。大家不用多花冤枉钱，买这个便宜又安全的基础版就足够了。第3个是蓝莓里的超级成分花青素，它不仅抗氧化，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善大脑的血液微循环，把更多的氧气和燃料送到需要的地方。Huberman 称之为大脑的超级食物。每天吃大概1杯量的蓝莓，就是给大脑最好的保养。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拿到了大脑升级的说明书。但这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如何让你坚持下去的神经学秘密。为什么我们明知道垃圾食品不好，却还是渴望它？为什么健康食物总是没那么有吸引力？这不是你的意志力问题，而是你的神经系统被编程了。首先，你的肠道里潜伏着一种特殊的细胞，叫神经族细胞。它们就像肠道里的味蕾，但它们不尝味道，而是探测营养，比如氨基酸、脂肪酸和糖。一旦探测到，它们就通过迷走神经直接向大脑发射信号，触发多巴胺释放。这就是为什么高糖高脂食物那么上瘾，大脑喜欢的不是口感，而是那种强烈的能量冲击信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如果你不爱吃某种健康食物，试着把它和能带来满足感的健康油脂或优质碳水一起吃，训练大脑把这种健康食物与多巴胺奖赏关联起来。更震撼的是，你对食物的看法，也就是你的信仰，会直接改变身体的生理反应。史丹佛有一项著名研究，给2组人喝完全一样的奶昔，告诉 A 组这是高热量奢华奶昔，告诉 B 组这是低脂健康奶昔。结果 A 组喝完后，体内的饥饿素大幅下降，饱腹感极强，而 B 组的饥饿素几乎没变，很快就饿了。这说明了什么？如果你总是带着吃健康餐好痛苦的想法去吃，你的身体真的会觉得不满足。相反，如果你真心相信这些食物是给你大脑升级的超级燃料，你的身体会给出积极的生理反馈。总结一下，想要优化大脑性能，别再寻找神奇药丸了，答案就在你的盘子里。我们需要做好3件事：第一，打好地基，通过深海鱼或补充剂，确保每天摄入足够量的 Omega-3 EPA 抗盐防脑物。第二，加满燃料，每天吃几个鸡蛋，补充胆碱来提升专注，用肌酸作为备用电池，提升脑力续航，多吃蓝莓抗氧化。第三，重塑认知，利用肠脑连接和信念的力量，主动选择那些能滋养大脑的食物，而不是仅仅满足口腹之欲。科学养脑是一场持久战，从下一餐开始，试着加入这些大脑食物，观察一下你的专注力和精力会有什么变化。你尝试过这些方法吗？或者你有什么独家的大脑补给秘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硬核科普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